我跟你们讲，有些人在婚恋市场上眼高于顶，没有一点自知之明，择偶要求就跟他做梦一样。你看，气得我的头发今天炸毛啊！昨天晚上有一个姑娘来找对象啊，问她年龄，她跟我说28岁。哎呀，我是真的不太相信啊。咱呢也不去抨击人家的外貌长相啊，我就跟她要个身份证。身份证拿来一看呀，好家伙，35岁啊！我问她为什么隐瞒年龄，她给的理由是啊，本人显年轻，别人都说她长得像25、26岁的。我顿时特别无语啊！一辆开了10年的车，她能跟刚出厂的车相比吗？配件怕是也要生锈了吧？这姑娘说呀，自己说小点呢，也是希望机会多一点而已。我跟你们讲啊，骗人这条路是绝对走不长久的。接下来我就问她个人情况，在银行工作，年薪10万左右啊，整体条件都还可以，就是年龄确实不占优势。问她择偶要求，语出惊人的告诉我呀，有车全款，市中心有房全款，年收入在50万以上啊！哎呀，说完这些之后呢，还略有自知之明的跟我说呀，我也照自己的情况，年龄大了一些，长得一般啊，也比不过其他年轻人，所以啊，我决定放低择偶要求，接受离异的，但是不能带孩子，要优质男，找同龄或者是偏小一些的。听完呢，我也是好言相劝啊，你想找条件好的，你就得往年龄大的上面找，这样呢，你的条件才会占优势啊。还没等我说完，他就直接给我怼回来，年龄大的精子质量不好，我需要优生优育，之所以拖到现在没结婚啊，都是为了下一代考虑。哎呀，姐姐啊，你光考虑后代，你不考虑自己啊？他跟我说啊，我已经冻卵了，早已经做了万全准备。那一瞬间我确实没话可说了，我就基于现实情况又给他做了分析一下啊。这车房全款，年收入在50万以上的35岁以内的男士，不论离婚与否，大概率都想找30岁以内，工作稳定，感情线比较简单，性格温柔，长相可人的女孩子吧。哎呀，还没等我说完，这姑娘来了句，那不正是我吗？我显小，长相可人，还未婚。这给我听的啊，自己都能给自己画大饼，我也不绕弯子了。目前能够匹配你的条件还不错的，就是40岁离婚带孩子，有车有房，年收入在30万上下的，或者说是35岁以下离婚或者是未婚啊，车房有贷款，年收入在10万上下的。这姑娘一听啊，气的那是不得了啊！我相亲这么多年，多少年入50万、100万的看上我的，我都没入眼。现在你让我选，还不如我之前放肆那些，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他情绪啊，多少有点激动啊，觉得我看不起他。哎呀，我劝他放弃幻想，认清现实。他说不能低头，皇冠会掉。后来啊，我算是妥协了，给他找单身资料，有位38岁的男士，离婚不带孩子的，没车但是房子2套，年收入在30上下。这姑娘看上了，提出见面的一个要求啊，每个月给他1万5的零花钱。那一瞬间气得我呀，问他凭什么？他说男方是离婚的，不公平；2套房子是婚前财产，也不公平；婚后要当后妈也不公平。要生活费啊，这心里才公平。听得我呀，人男方自己的东西你拿来说不公平，你算老几啊？这男士能不能看上你还不清楚，你还在这筹划着你的春秋白日梦呢。这姑娘听完啊，那算了，我不见了。我觉得我这要求很正常啊，作为男人给女人生活费是没有问题的。哎呀，这可能是在银行工作，天天都掉钱堆里去了，掉钱眼里爬不出来了吧。临了给我来了句啊，你不给我介绍，我可以找其他人。哎呀，真的，大门给你敞开哈，你爱找去吧。今天王八不给我好好关门啊，都开绿豆去了吗？真心奉劝啊，一些大龄祖宗们，放弃幻想，认清现实，看清楚你自己的现实处境，以及你还有多少的选择权。上了年纪啊，本应该是更加的睿智，不要眼高手低，挑来挑去。明明脾气不好，家里没什么钱，手上也没什么积蓄，又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公主，那就不要老想这些有的没的，踏踏实实找个适合结婚的人，好好过日子就行了嘛。你还有多少个10年可以等得起的？明天啊，我就把后面我这墙上挂上3个字：许愿池。我看有多少来做梦的。哎呀，还得花2王八呀。昨天下午有一位53岁女士来找我，她说她有对象，问我还来得及吗？我当时有点懵的啊。她给我的印象就是打扮得很精致，但岁月在脸上依稀可见。她说自己53周岁，名校硕士，企业高管，车房都有，存款有7位数。听完呢，我就问她孩子多大了。她说这一辈子啊，没结婚也没生孩子。那一瞬间我真的很震惊啊。我做这个行业很久了，遇到这个年龄段不婚不育的确实不多。他又跟我说了他以前的一些事情，经过他本人的允许呢，我给大家分享一下。20多岁呢，他谈了第一个男朋友，两人同学啊，谈了2年多的感情。男方每个月赚的钱是舍不得吃舍不得喝的给了女方，那时候交通不太方便啊，两人经常坐大巴车来回看。现在想想，那个男朋友啊，是他觉得是最好的那一位。但女方的妈妈不同意啊，觉得男方家里条件差啊，兄弟多，工作也不好，说什么也不愿意。
女方呢也觉得自己家里条件太差了，就特别想找一个条件好的，因为不想再过这种苦日子了，就听了家里人的意见提了分手。男方自尊心很强，一气之下就断了联系去了南方发展。后来呢，女方毕业分配就当了学校老师。那个时候老师这个职业就特别的吃香，很多媒人都抢着给他介绍对象，当官的、有钱的、家里条件好的太多了，他就有一些眼花缭乱，不知道要选哪一个。家里就劝他物质条件好那才是最重要的。于是他又谈了2个有钱的，但都因为性格不合分手了。他的性格就属于那种比较强势的一方一遇到问题呢就会争论个是非对错，从来都不肯低头。男方就觉得受不了就分开了。虽然谈了几段分手了，但他的条件依然还是很好的，人也聪明考上大学，读了本科，读研究生，一时风光无限。那个时候很多男孩子都追他。人的心理就是这样子当你被条件很好的人追过之后你就会自认为自己是配得上条件更好的了，他就开始挑挑拣拣，看谁的条件更好谁的性格更合适，谁长得更帅等等，最后是没一个看上的，年龄呢也跟着拖大了。那个年代你30还不结婚是会被笑话的。他有段时间特别焦虑觉得找个条件不错的就嫁了吧，可自己又很不甘心随便找一个，但是又纠结自己年龄大了生孩子怎么办呢？当年就有一个小伙子刚30岁人很好，自己呢也比较吃苦，就开公司，有车有房子，条件也很好，就是个子长得矮了点。他就特别纠结想着条件好矮就矮吧。2个人本来就是要结婚了，结果男方父母出了意外，母亲离世，父亲瘫痪在床，常年都需要人去照顾的。他就考虑到自己以后的生活质量，提出了分手。男方呢也留过几次，但是没有留住，就没有再找他了。后来呢他又谈了几个，有的是男方原因，有的是他自己的原因。一晃呢35岁了还是没有结婚，家里父母就催得很厉害也不要求什么条件好的了，只要是人这个合适，有个稳定工作就行了，离婚的也行，别挑了。但这姑娘却觉得自己已经挑到现在了，想让他找个条件差的，这心里特别的不甘心。虽然要求没有之前那么高了，但还是要求男方必须有房，工作是公务员，铁饭碗，或者是做生意的老板，父母得有退休等等。结果媒人呢越来越少，都没有人愿意给他介绍了。难得有几个条件差不多的，他能看上的，人家都觉得他年龄太大。后面他干脆直接摆烂，想着找个低质量的结婚那不如不结了，就加入了不婚主义。那个时候谁劝都不好用他就是不想结婚。不是自己不想，而是确实不愿意去将就。他也想找个条件不错的，也喜欢他的，愿意包容他的人去结婚，可是找不到后来呢，家里人也跟着放弃了。既然已经这样了，那自己能照顾好自己就行了。在他48岁那年，他的母亲生病，坚持了2年之后走了。去年呢，他的父亲因为脑溢血走了。父母的遗产，他们兄妹是4个分完之后呢，这没了父母，大家走动就更少了。这每天下班回到家看到家里空荡荡的房子，以前还能给父母打个电话说说话，现在也没有人说了，从来都没有的那种很强烈的孤独感。他现在每天都在坚持的锻炼身体，希望自己的身体能够一直健康。他特别害怕哪天去了医院都没有人管他，他也害怕自己有一天生活不能自理怎么办，死了连个披麻戴孝的人都没有。好在呢，现在收入还可以，攒了很多钱，他也不敢花太多，这有钱都能安心一些。他在网上加入了一个一辈子都没有结婚的小团体，大家互相精神鼓励，互相说着无儿无女，要是死了他们会互相送终。他说他现在特别的后悔，如果时间能够回到30年前，他一定会在他最好的年华里找个人品最好的人结婚。你到老了之后，你就会发现金钱物质不是最重要的，而这个人可以陪你厮守50年，不论柴米油盐酱醋茶，也不论酸甜苦辣，不论生老病死，都能够很泰然的和你相互扶持。